大家好，这里是松蛇新语。3月4号到了，但是倒了吗？刚刚看过 APS 会议相关说明的朋友啊，可能都知道。那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老金同志也相信自己倒了。哎呀，在这个合适的时间里边用一个合适的梗啊，这是巴斯的很啊。听懂这个梗呢，至少你得是80后。好吧，我们不开玩笑了。像老金这样啊，准备了半年多的 PPT 啊，如果通过直播啊或者现场的第一时间看完，估计不会有啥感觉，因为除了专业知识啊，还有 LK99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两者缺一不可，不然啊你的理解可能会有偏差。今天呢，我们就一张一张学习一下老金同志的报告啊，这可是连夜干出来的，来个一键3连吧。话说呀，在这个报告开始的时候啊，这个门口啊已经挤满了这个听众啊。这是我们微信群朋友宋兴瑞博士拍的，他也没挤进去。另外呢，格里芬博士拍的，他也是在外边很多人没进去啊。那么在这个视频啊开始的时候啊，报告开始的时候呢，老金同志使用会议的无线鼠标啊，他这个指示一直不太灵，一开始还掉到地上，后来工作人员想帮他调试。后来确实是不好使，老金后来直接用手指了，也算个花絮啊。看来这个 APS 细节啊，很多看起来还是不完美的啊。那第一页呢，就放了那个经典的 LK99 的半悬浮照片啊。那这个从韩国燃起的史文超导的烈火呀，很快就席卷了全球。但是这个热度啊，有点像野地里烧茅草，很快火就灭了，不耐烧啊。但是啊，在有些国家除外啊，比如在我们内卷加剧的中国啊 ，PPT 上面的3行小字儿啊，是老金这次发言的基本安排啊，这个出场顺序、地点等等。那包括分子式在内的这3行蓝字啊，意思就是半悬浮2型这个室温常压超导体 PCPOSOS， 下面是长长的这个分子式，这个大家过去啊都已经知道了。但是 XYZ 它的取值啊是第一次公开 ，X 呢是取值3到6，Y 加 Z 是0.3到0.4。那再往下啊是 presenter 报告人啊，威廉玛丽学院的教授金先卓，下面呢是量子能源研究所的4位研究者，分别是李世培、林欣然、安秀敏和欧根浩，以及呢 SCTL 的郑大哲，还有釜山大学的金民基。前面那个 DC John 郑大哲呀，就是那个短头大魔王啊，炒股票的，也是业余爱好者啊。老金是真是拼了。再往后，这才是熟人，戴燕和习老师的大名。看起来啊，老金同志啊是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了。这个事儿啊，实际上戴燕之前也透露过，说老金发邮件说想把他的数据也用上，结果还真是这个戴燕发论文啊，说呀这个老金的学术道德还是可以值得信任的，因为他手头上有很多数据，那嘴还是很牢的，把门的啊，只说了部分数据。我们看下一页，很多朋友一看这张图就乐了，你满打满算12分钟是吧？你还在这科普？这个还真不是啊。实际上呢，这也是介绍他自己的理论和成果。这张图啊，就说明了2型超导体的特性啊。随着外部磁场 H 的增加呀，那被捕获的这个磁通量也增加，反之亦然啊。那这个区域呢，就证明了超导性的存在，并引用了老金自己的论文应用啊，就是 archive 0206432。之前这个我们也做过介绍啊。这两个实验演示图 A 左侧的实验图就显示了部分的悬浮效应啊，图中的超导体啊在2000高斯的磁场中啊显示出了麦斯纳效应，它部分悬浮排斥磁场，导致超导体呢半悬浮在磁场上方。那 B 右侧的实验图呢，这个图啊就显示了当磁场强度在2700高斯的这个磁场下， PCPOSOS 的样品就失去了这个悬浮效果，并且下落。这表明啊，在较高的磁场强度下呢，超导材料的磁化率增加，导致它表现出类似铁磁体的性质。这是2型超导体在临界磁场 HC2 之下的这个特性。其中啊，磁场呢就开始穿越超导体，并且呢，超导性呢也开始衰减。
有人就问啊，这2700高斯是高场还是低场呢？在超导体研究中啊，是否将2700高斯啊当做这个高场还是低场呢？取决于你研究的这个超导材料的临界磁场值嘛。对于二型超导体来说，那不存在两个临界磁场，第一临界磁场 HC1 和第二临界磁场 HC2， 对吧？在 HC1 以下呢，超导体将完全排斥磁场，就是麦斯纳效应。在 HC1 和 HC2 之间的时候呢，超导体进入混合态，那磁通量呢会量子化的这个涡旋方式穿透。当磁场超过 HC2 的时候呢，超导性将会破坏。那在一些超导材料中啊，2700高斯呢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中等磁场啊，因为很多超导体的 HC2 值啊可以非常高啊，达到数千高斯甚至更高啊。在老金的这个 PPT 中啊，由于这个超导体在2700高斯的场下呢，表现出类似铁磁体的效应并下落，这就意味着对于这个特定的 PCP-OSOS 这个超导材料，2700高斯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高的磁场强度了。足以导致超导材料从麦斯纳效应这个悬浮状态呢转变为部分或者完全失去了超导性。所以这一页内容呢，也是这次报告的第一版摘要的内容。室温超导就是半悬浮只要是在 HC1 和 HC2 之间呈现，那就是导了。那有人问，你说导了就导了是吧？你别着急，后边老金还有说明。我们看下一页，标题是什么呢 ？Video 5 Flipping for Third Sample， 第三个样本的翻转实验。这可以看到右边一个示意图啊，这个幻灯片右侧呢，这个插图呢里边有一个放在磁铁上的这个方块性的样品，那实际上是个磁铁啊。那这个插图旁边有一个 argument， 就争议点。When sample is a permanent ferromagnet， 当样本是一个永久铁磁体的时候呢，翻转样本不会改变样本的磁极，因此flipping doesn't occur， 翻转不发生就是不会翻转。如果那个磁铁的话呢，你翻过来它肯定就倒了。那么物理上翻转样品呢不会导致磁极的转变，因此样品的磁性行为也不会改变。左边这个视频就展示了PCP-OSOS 把样品翻转，相当于这个调换极性，超导样品呢依然保持了半悬浮状态。这个视频就非常有说服力，可以完美的回接陈彦松博士或者武汉大学论文里边那个铁磁性材料来演示 LK99 那些论文。也欢迎这个万磁王再次出山，来看看能否有铁磁体模拟这样的效果。你要是个磁铁的话，你做不成这样的效果来。这个大概就是老金说的两个最有说服力的视频中的一个。那下一页呢，就是短头大魔王的这个悬浮样品在他的油管视频道里边有完整的这个高清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说实话之前我们看的时候总觉得还是有点支撑，是吧？因为标题说这是第5个样品的这个全悬浮实验视频，而且视频被放大了1600倍。那左边这个图说这个 samples 这个样品呢是 3 coins magnet， 可能就是说这实验使用了3个硬币形状的这个磁铁上的这个悬浮。那很多人对于这个视频是有疑问的。不过这些都不重要，老金还有其他的材料下一页，我们这一页就是非常丰富的这个测试曲线。图上方这个 A 左上方这个 A 就展示了样本的电阻率随温度变化的图。在25度C 就室温的情况下，电阻率会突然下降到0，这是超导态的这个特征。在80度C 的时候有一个电阻的跳变，这可能就是硫化亚铜的相变，这也是很多论文喷 LK99 的地方。那左下方这个 B 这是温度和电阻率的这个对数图显示了零电阻区域 ZR 和噪声区域。插入的小图解释了电流的方向和 S 通道，也就是样品的电流通道。
那中间上方那个 A 啊，这部分数据呢是来自 QERC， 就是量子能源研究所，它就展示了这个不同温度下 PCP-OS 这个薄膜样本的这个电压、电流特性曲线。我们可以看到啊，随着这个循环次数的增加，横线呢就表示超导材料的特性曲线，基本上是电压为0，不随电流变化，而斜线呢是铜的电流电压曲线，可以看到是这种基本的线性变化。注意到厚度了吗？这个 PCP-OS 啊，它做到了在500微米的铜基底上沉淀了780纳米厚的薄膜。看起来啊，李世飞的这个室温超导薄膜啊，已经玩的是纯熟了啊。中间下方这个 C 图，它提供了就是多次循环测试下这个电压电流的测试曲线，它展示了这个噪声的变化情况以及零在阻区就 ZR 的这个存在。右侧它是由这个 SCT 实验室啊，就短头大魔王这个郑大哲提供的复制实验的结果replication 展示了不同的样本的这个图片，还提供了一个样本的横截面图，是吧？下方啊是样本7 sample 7的电压电流测试结果，其中啊是在多次实验中显示了一致的这个零电阻，所以这张 PPT 啊，就无论是大块样本还是薄膜样本啊，都观察到了零电阻现象，而且这个现象在实验中被复制，它强调了这种发现的这个可重复性。那这些数据就表明超导转变发生了，而且在室温下能观察到这个现象。我们看下一张 PPT。老金说呀，这是丹院和徐老师提供的，在接近临界温度 TC 的时候呢，异钡铜氧化物的部分悬浮现象，这个也是有视频的啊。下边一行呢是磁化率的方程，Chi 等于 M 比 H， 然后呢等于这个麦斯纳加上这个弗鲁克斯通定渣，这是磁化率的计算啊，它是磁化强度 M 与外部磁场 H 的这个比例。这个方程分为两部分啊，左边是麦斯纳效应啊，这就是超导体在它的表面排斥磁场的这个性质嘛。右半部分，另一部分呢就是磁通定渣，这是一般呢和这个超导体内部的这个缺陷和涡旋状态有关。我们看注释啊，他说呢 ，Based on this, we can suggest this sample is a room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基于上述观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该样本是一个室温超导体。他说异钡铜氧也是这样，所以 PCP-OS 也是这样。我们看下一张啊，上面的4行字啊，说当 PCP-OS 分解的时候啊，2种铜氧化物，氧化铜和硫化铜存在。根据我的 BR-BCS 理论，因为硫化铜比氧化铜有更强的共价键，硫化铜很容易在临界温度附近发生结构扭曲，因此我们断言硫化铜是 PCP-OS 中的室温超导相。在 PPT 的左侧呀，这不是2个 channel 部分嘛，讨论了这个硫化铜和氧化铜的电子结构。他提到啊，硫化铜和氧化铜相比呢，它具有更强的这个共价键。进一步宣称啊，硫化铜是室温下的超导体。图片右半部分啊，它就比较复杂了，包含了一个图表和这个一些描述吧。这个图表就显示了温度 T 和电性能之间的关系。在较低的温度下，物质呢是处于绝缘体状态。当温度提高到某一点的时候呢，就发生了莫特绝缘体到金属的转变，就 MOT。硫化铜从这一点就开始表现为金属，并且在 TIMR 就是莫特转变温度远大于 TC super 超导转变温度的情况下，硫化铜会进入超导状态。那在这个图中啊，这个 TC super 就是被标记为超导转变温度啊，这个时候材料发生结构畸变，由这个 delta T 等于T 杠 IMR 杠 T 来表示。所以这个文本就描述了不同的掺杂水平这个情况下
这个 PCPOSOS 这个化学式啊，它的化合物的电性态的变化，在低掺杂水平下，材料是莫特绝缘体，在高掺杂水平下变为铁磁性金属。另外啊，还提到了铜掺杂的程度，就是 X 取值是3到6 ，Y 加 Z 是 0.3 到 0.4， 就氧流替换的程度。那最后啊，就是总结了。第一呢，就是部分悬浮现象，它是由于磁场的不均匀引起的部分悬浮，它就是二型超导体的证据。在这个超导研究中啊，这个部分悬浮呢，可能是由超导样品在磁场中表现出的麦斯纳效应不完全，这就是二型超导体特有的一个现象，它们能够在某些区域内捕获磁动量，形成这个涡旋。第二呢，是零电阻重现。老金声称啊，零电阻的结果被其他研究团队复制了，应该就是短头大魔王，这就增强了可信性和有效性。第三呢，就是室温超导相。老金说 PCPOSOS 这个材料中 exist 存在室温超导相。哎呀，说实话啊，老金的英文口音啊是太严重了啊 ！B 站网友这个9颗放出来的这个视频声音呢也比较小啊，所以我就是综合了微信群这个网友宋兴瑞博士默默转发的这个导盘论坛的图片，以及这个9颗视频的截屏，给大家讲的，可能会有遗漏啊，欢迎大家拍砖啊。好吧，这就是我昨天晚上的这个学习体会。我感觉这个老金啊是太不容易了。你想想，去年年底的这个科技总结里边 ，RK99 已经变成了各大媒体的科技笑话，成了彻底的反面教材啊！但是，春和景明万物生啊，扬帆起航正当时，伴随着春天的脚步，我们又要迎来了室温超导。那来自全世界各地13000名物理学家、学生和志愿者，肩负着导派的期待和重托，从世界各地四面八方相聚明尼阿波利斯。问题是，老金，你不怕锤吗？老金的回答是不怕。从这视频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老金现场还回答了提问。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导派精神，不怕你技派的挑刺诘问。有了这种精神，何愁不倒啊？何愁经济不发展？我靠，串台了，不说了。好，谢谢收看，再见，拜拜。